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白，今天教大家制作一款复古年华系列花样拼花包单肩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包包由花片、钩边和配件组成，先钩织对应数量的花片，然后进行缝合，完成后开始钩边，最后安装配件。首先来学习花片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环状向外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换色，用到的针法比较多，图纸都进行了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来起针，取出对应线材，这里为了方便观看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手指绕线，环形起针。这个就是环形起针完成后的效果。接下来钩织第一圈，先钩织一针锁针起立，接着在起针的线圈中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，具体短针数请参考图纸。完成后，拉紧起针的线圈，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钩一个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。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纹理模糊的一面作为反面，后面钩织时正面均朝向自己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圈，取出对应配色的线，先打个活结，在第一圈引拔针入针位置接线，完成后钩4针锁针起立，这4针算作一针长长针。接着在左边的针目钩织一针长长针，钩针绕线2次，穿入左边的针目。钩织时将起针的线头一起放在钩针的上方，边钩边藏进去。绕线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。长长针钩织完成，接着钩织4针锁针。
我们将已钩织的针法看作一组花样，接着钩织下一组。在旁边的针目上钩织2针长长针，4针锁针，这样就又完成了一组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钩完。钩织完成后，挑起立针最上方的2根线，引拔，拉紧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，断线。第2圈钩织完成，接下来钩织第3圈，取出对应配色的线，小样颜色随机。在任意2个长长针中间接线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织1针短针，旁边的锁针动眼，钩织1针中长针，2针长针，1针长长针，2针锁针， 1针长长针，2针长针，1针中长针，将已钩织的针法看作一组，接着钩织下一组。在长长针中间钩织1针短针，旁边的锁针动眼，钩织1针中长针，两针长针，一针长长针，两针锁针，
一针长长针，两针长针，一针中长针。这样就又完成了一组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剩余的部分钩织完成。钩织完成后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，拉紧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，这样第3圈就钩织完成了。接着钩织第4圈，取出对应配色的线，钩针从第3圈任意一组花样，右边的第一个长针，后方右侧穿入，左侧穿出，将线勾出，接线完成，钩织3针锁针，这3针算作一针特殊的长针的反拉针。接着钩织一针长针的反拉针，钩针绕线，从左侧长针右侧穿入，左侧穿出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依次绕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重复2次。长针的反拉针钩织完成，继续钩织一针长针的反拉针，完成后2针锁针，接着分别在锁针洞眼旁边的针法上钩织3针长针的反拉针，完成后跳过一个针目不钩，在第2圈2个长长针之间的洞眼里钩织一针长长针，长长针钩织时可以稍微拉得长一些。将已钩织的针法看作一组花样，长针反拉针2侧分别跳过一针不钩，
接着钩织下一组，跳过一个针目不钩，分别钩织3针长针的反拉针，2针锁针，3针长针的反拉针，跳过一个针目不钩，在第2圈2个长长针之间的动眼里钩织1针长长针，这样就又完成了一组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纸，将剩余的部分钩织完成。钩织完成后，挑起立针最上方的2根线，引拔，拉紧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，收好线头，这样第4圈就钩织完成了。最后来钩织第5圈，取出对应配色的线，在任意一个锁针动眼里接线，钩织3针锁针起立，这3针算作1针长针，在旁边的针目上依次钩织3针长针，完成后钩织1针锁针，跳过一个针目，钩织3针长针，在锁针动眼里钩织1针长针，
将已钩织的针法看作这个花片的一条边，接着钩织2针锁针，将这2针锁针看作一个角，后面重复边和角的钩织，一直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挑起立针最上方的2根线，引拔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，收好线头。这样，第5圈就钩织完成了，整个花片的钩织也完成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所有花片钩织完成。完成了所有花片的钩织，接下来进行缝合，采用卷针缝合的方法进行连接。这里我先以2个花片为例进行演示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剪取缝合长度3倍左右的线头，穿上缝针，将花片背面相对，边和角对齐，先穿入右边角位置的锁针洞眼，为了更加牢固，这里再缝一次。完成后，往左一针对应一针进行缝合。缝合时，将线头一起放在2个花片之间，边缝边藏进去。长针对应长针缝合，锁针对应锁针缝合。最后，在角上的锁针洞眼再缝一针，然后在反面打结固定。剩余的线头沿着织物的纹理收好。这就是花片的缝合方法，其余花片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缝合。大家可以参考拼接示意图，将其余花片用记号扣固定出包的形状以后，再进行缝合，防止缝错。到这里，花片的缝合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进行钩边，沿着缝合完成后的包口，逆时针绕圈钩织1圈，
钩织时加入牛角扣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、剪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主要学习钩边的方法。取出对应配色的线，在包口右侧花片连接位置，右边的锁针洞眼接线。立针锁针起立，接着钩织一针短针剪针，先在起立针位置的锁针洞眼钩织一针短针的未完成针。钩织时，将起针的线头一起边钩边收进去。在旁边的锁针洞眼钩织一针短针的未完成针。钩针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。一个短针剪针钩织完成。缝合位置，钩织短针剪针时，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钩织。接着在这条边上对应钩织短针。中间锁针位置钩织一针短针。在角的位置钩织3针短针。边上一一对应钩织短针。缝合位置钩织一针短针剪针。完成后钩织7针锁针。接着取出牛角扣，拉大钩针上的线圈，将线圈从牛角扣的一个洞眼中穿出，再从另一个洞眼中穿入。稍微拉紧线圈，钩织3针锁针。牛角扣添加完成。继续沿着花片的边
和角钩织对应的针法。一直钩完后方对应花片的这条边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在旁边角的位置钩织一针短针，3针锁针，在左边花片角位置钩织一针短针，这3针锁针是牛角扣的扣眼。大家对照图纸，将剩余的部分钩织完成。钩织完成后不用引拔，拉大线圈，预留1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，穿入缝针，从左侧这个针目穿过，再穿回线头所在的辫子，调整一下，这样收针表面看不出引拔痕迹。线头在反面收好。剪掉多余的线头，这样钩边就完成了。下面进行配件的安装，分为内衬布的缝合以及包带的安装，请看演示。首先来裁剪内衬布，将内衬布沿着长边对折，开口在上，折痕在下，取出包包，将包包压扁，铺平在内衬布上，底边与下边对折位置对齐，沿着包口两侧画出弧度，下方不需要弧度，垂直画线。
包口上方与两侧花片倒数第2圈齐平，先标出两侧位置。然后补齐。完成后，沿着画好的线向外留出0.5厘米的缝缝，进行裁剪。这样内衬布就准备好了。接下来进行缝合，采用定缝的方法，先缝合一侧，取出缝纫线，穿入缝针，打结。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沿着画线痕迹向外，在缝缝部分进行缝合。缝合时间距不要太大。内衬保持前后对齐。这样一侧就缝合好了。用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侧缝合好。两侧缝合完成后，将2片内衬布对折，中间缝合部分对齐。先将一个角大致5厘米位置向下对折，将折痕位置缝合固定。
另一侧按照同样的方法折叠固定，最后将内衬布有缝合线的一面朝外，放进包包里。底部冲到包底，内部展平，调整好位置后，将内衬包口向外折叠，按压，两侧与花片倒数第2圈齐平，中间大致与花片角上缝合位置齐平。调整好位置后，开始缝合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主要演示缝合方法。缝合时，缝针从花片与折边内侧穿过。这样看不到缝合痕迹。边缝边调整内衬布。线不够时，在内部打结固定。断线，重新接线。
全部缝完后，打结藏线头。这样内衬就缝合完成了。最后取出包带，将包带两端分别扣在包包两侧花片中间锁针洞眼位置。这样配件就安装完成了，同时整个包包也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钩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